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 Elaine， 是 Gloria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来加拿大留学千万不能丢掉的文件们。首先，在加拿大这边呢，分为大签、小签。大签就是你的学签，一张纸，这张纸非常的重要，是你有没有资格留在加拿大的一个证明。这张纸呢，它会过期，但是过期的这些纸啊，你也千万不要丢，因为等你之后，比如说你要申请枫叶卡，这些你都还是需要的。还有学校发的 offer， 这个你一定要存好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用。小签呢，就是你能不能进入加拿大的一个凭证。一般它会贴在你的护照上，如果你的护照需要更新的话，一定记得把你的旧护照存好。还有一点，当时在办理你出国留学，国内所提供的出生证证明的公证、身份证的公证、户口本的公证，这些公证你都不要扔，全部都随身的带好，因为等你毕业之后，你申请枫叶卡都是需要的。你毕业了之后，你学校的网站的账户密码、你的学号什么这些你一定要记好，自己的登录名还有密码就写在一张纸上，然后贴在学生证背后，这个非常的有用。毕业一段时间之后，你要申请研究生或者继续的读的话，你会需要 transcript，就是你的成绩单。CRA 就是你在这边报税啊什么的用的那个网站，那个密码如果丢了就会更麻烦，他会需要你打电话确认还是干嘛，然后再需要无数个十几个工作日，他再给你寄来一个 code， 然后再重新设置这个密码。所以为了避免这些麻烦，还是从刚开始的时候就存好。还有就是学签过期了之后，你要去 renew 你的学签，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在网上操作。移民局的那个官网，移民局的官网的账号密码什么的也一定要存好。可能你几年用一次，但是如果你不想下一次还要重新弄的话，对，因为要填的材料都太多了，特别繁琐，非常的繁琐。还有如果是比较有一点点懒惰的小伙伴，就也可以花钱找一些机构申，比如像最后一次我就忘记我的登录密码是什么之后，我就果断放弃了，交给了一个机构去办，不想自己再填了。还有就是毕业了以后，你的毕业证也千万不要丢掉哦。会有人把毕业证丢掉吗？哇！为什么？你看不起你们学校吗？可能我觉得它就是一张普通的什么信用卡账单啊什么的，那个时候。要不然我应该不会把我的毕业证给扔了。你在搬家呀，或者你换地方工作啊什么的情况下，如果不留好你就是必须要留好的那些的东西的话，以后就会非常的尴尬。刚才狗乐也提到这个搬家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你一定要把你从到加拿大第一天开始，你所有搬过的家、住过的地方、所有的地址都要存起来。接着说又经历了一些什么啊？就是前段时间Elaine和男朋友在准备材料的时候，完全想不起来自己之前住过哪儿。而且不光是说你申请枫叶卡需要，有的工作它需要对你进行 background check，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刚来，你会注册很多新的东西，然后它都会需要你的地址做验证。就是比如说你打电话跟人家说我想改密码，或者我想从这个账户动点什么的话，人家会向你确认一下你的 postcode。前一阵韩仔好像就是改 CRA 的地址，他就自己在那儿猜，最后还是靠 Google Map 找到了他第一个住的家的编码。而且像你去银行什么，比如你开通信用卡，他也会让你把你之前住过的地址都做一个登录。然后我每次想从头想起，每到那个时候我都觉得人生陷入了瓶颈。地址一定要存好，而且你们要记得去改地址啊，就比如你搬新家了，一定要及时的去改。而这些改的都包括什么呢？手机、MSP、驾照、BCID、银行。学校 part 我们聊完了，聊一聊工作 part。先要存好的就是雇佣合同喽。还有每年发给你们的 T4 报税的这个单子，自己也要留一个底，不要就是报完就完了之类的。如果你是收到纸质版的话，一定要存一下啊。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我没有 CRA 的账号，但是他们退我税寄了我信，然后等我再登录的时候，他就让我输我账号，信的最后那个号是什么？找到了吗？啊，我怎么可能找得到呢？然后我就只能新报等新一年的税，就自己收到新一年的信，然后用新一年的信再去注册这个账号。对，凡是政府给你们寄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信，牵扯到你的信息啊、钱啊这些的，一定要留好，因为说不准哪天你就要用了。说到这个政府寄来的，比如说你的地税单，因为好多你申请空屋税减免啊什么的，都需要你照着那个单子上面的填入户名和密码。这种信你就一定要存好，都扫描，然后上传到云端。不要看这个信的内容不起眼，但是上面有很多信息你之后都会需要的。是的，找不到就真的很头大。说起这个 T4， 还有就是你们 T2202A 的单子，这个是学生用来报你的学费的单子，如果可能的话也扫描上传一份云端存起来。当我们刚开始来到加拿大的时候，都会去开一个银行账户，都要留好它的开户文件。关于银行这一趴呢，我们会专门再给大家录一期视频。大家毕业了工作了以后，有的人想留在这边，就可以去办理 PR 办移民。办理移民成功的时候，会先寄给你一张移民纸，算作你的 landing paper，去平时
用到的时候不多，但是只要有需要的时候必须在，千万不要以为你有了那个枫叶卡以后这个就可以扔了。还有额外呢，再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比如说你在这边办理了保险呀，或者是你做了一些投资理财什么，所有的这些文件，请一定扫描上传到云端。也练自己总结的，就是我比如说签了网络的那些合同，还有就是手机的合同，这些我都也会等一下。会把我当时注册的什么名字啊、密码，还有一些会有什么3个安全问题这种啊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就把它写在首页，只要是扫描首页存起来。因为我经常会忘记，然后搞到最后又想不起来密码，想不起来账号名是什么，搞到最后没有办法，只能打电话。但你自己设定了问题，你记不住答案呀。你说，比如问你小学最好的朋友是谁，我写的是姓还是名，还是连名带姓？哎，是的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，我为什么最后那一次我那个工签找别人申的，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安全问题，死活打不住。我当时就死活想不起来我爸的名字，然后不是名字的问题，重点是我忘了我当时写的什么格式了，是先写了姓还是写了名，中间有没有空格，他有没有大小写？对对对，哎呦，我当时死活也想不起来，说了3遍，后来错了，然后他把我账户锁了，锁了之后让我打电话解锁，我当时脑子我就给我气了呀。材料说的差不多了，对吧？我们最后呢再附赠一下大家一定要存好的账号密码的总结。学校登录的，还有 CRA 的，还有移民局的，你的手机、网络、电费、燃气费、银行、投资理财、保险，还有一个 MSP。希望你们不要走我们走过的这些路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会更多的给大家带来一些加拿大留学的小 tip， 希望大家点击订阅，给我们留言，也不要忘记分享和点赞。我们下期见，下期见，拜拜。